呢段教學影片會同大家講解一條題目，係取材自2014年 DSE 其中一條題目，當中嘅數字同化合物改咗，考核嘅知識同技巧冇改到。喺我講解之前，希望同學先自己試下做，因為你要試過諗試過做，先會睇到自己本身有咩識同唔識。而家先暫停播放，嘗試完成題目之後繼續播放。同學都試做咗啦，做唔做到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你有試過。首先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，呢條題目有咩地方提示咗考緊你氧化還原呢？真正嘅考試卷唔同呢段影片，唔會講到明俾你知係氧化還原。如果你連考緊邊個課題都唔知，咁我諗冇咩可能解到題。況且嗰年佢真係唔係放喺課題7嘅氧化還原度考，而係跨單元課題12嘅化學世界中的規律。其實如果你喺讀書嗰2年半有付出過，有溫書有操卷，大概會知道每一題考緊邊個課題。題目起碼有2個地方有提示到係同氧化還原有關。第一個係 SO3 二負變成 SO4 二負，做題目都見唔少㗎啦。第二個係電子轉移，氧化還原最強調電子嘅轉移方向同數量。之後我哋仲要睇下要點回答。呢條題目有2分，DSE 係1分1個 point， 所以呢題要答2個 point。第一個 point 要答顏色，基本上3選1以上揀中而冇解釋都會有分。第二個 point 係推定，即係你除咗指出顏色外，仲要解釋。咁題目都算仁慈，提埋你解釋嘅角度，就係借考慮電子轉移的數量。氧化還原講嚟講去就係氧化劑同還原劑點樣反應，因為我哋唔知 MnO4 負變成點，所以冇辦法寫出完整嘅方程式。咁唯有分開寫 SO3 二負同 MnO4 負嘅變化先。可能咁做係做唔到㗎。做一條唔識做嘅題目唔應該放低筆唔做，而係消化一下題目，有啲咩你識嘅都盡量寫出嚟。SO3 二負變成 SO4 二負，同埋 MnO4 負變成含有 Mn 嘅物質，而兩者反應嘅比例可能有幫助，都試下揾出嚟先。MnO4 負比 SO3 二負等於 0.4 μ 比 0.2 μ， 即係2比1。題目俾咗嘅資訊都用咗啦，而家分析一下電子係點樣轉移。Mn 變咗做咩都唔知，所以我哋唔會知佢嘅電子轉移。不過 S 就知道 SO3 二負變 SO4 二負，可能同學習慣寫或背半反應式嚟揾有幾多粒電子，而我習慣用比較氧化數去推算電子轉移，咁樣又靈活又快。SO3 二負入面 S 嘅氧化數係正4，而 SO4 二負係正6，上升咗2，即係釋放2粒電子。我哋睇埋 MnO4 負比 SO3 二負係2比1，即係一個 SO3 二負放2粒電子嘅同時，由2個 MnO4 負接收返嗰2粒電子，即係每一個 MnO4 負會接收1粒電子。咁 MnO4 負入面 Mn 嘅氧化數係正7，接收1粒電子就會跌到正6。咁所以揾返邊一個含錳物質錳嘅氧化數係正6，佢就係答案。MnO4 二負 Mn 嘅氧化數係正6，MnO2 係正4，Mn2 正係正2，咁所以 MnO4 二負就係答案，溶液變成綠色。題目咁就解決咗㗎啦。呢題係改自2014年 past paper， 嗰年嘅考生係做得唔好嘅，同學可以揾藍色嗰本考試報告第57頁睇下。根據我嘅教學經驗，做唔到呢題嘅原因有幾個。第一係冇辦法將答題技巧應用喺未見過或者少見嘅事物度。同學都好勤力去操卷，好熟悉常見物質嘅反應，好似 SO3 二負加 Cr2O7 二負咁。同學都可以反射動作咁做到 SO4 二負加 Cr3 正。喺同一年卷1月報第9題問嘅就係呢啲嘢，你比較返考生表現就睇到第9題做得好好多。第二係同學唔太知道氧化數同電子嘅關係，覺得兩者係唔相關。其實兩者係相通，即係氧化數變咗幾多，電子就轉移咗幾多。例如我問
MnO 4負變成 Mn2正，電子轉移咗幾多粒？好多同學就會寫條半反應式出嚟。MnO 4負加8個 H 正加5個電子變 Mn2正加4個 H2O， 咁樣去揾5粒出嚟。但係我會用氧化數去揾。MnO 4負入面 Mn 嘅氧化數係正7， Mn2正係正2，即係5粒電子。咁樣係快好多，可以無視咗啲唔重要嘅 H 正同 H2O。紅色字部分係依段教學影片嘅重點，係我最想你學習嘅知識同技巧。相信你睇完呢條片，做返2014年 Paper 1B 11題 B1 就會得心應手，而且嗰題嘅設計簡單好多，啲數字好易計。第二部分要寫嘅方程式都好簡單。呢段影片最後會用返半反應式做一次，俾你比較到兩種技巧嘅優劣。半反應式係最麻煩嘅一部分。SO3 二負嗰條就一定要寫㗎啦。但係 MnO 4負3揀1，三條寫晒仲要寫難平衡嘅鹼性環境反應式。唔好彩嘅話，3分鐘都未必寫得晒。相反，如果你用氧化數去計電子數，係做快好多倍，而且係容易啲做到同做啱。SO3 二負同 MnO 4負嘅反應比例係1比2啦。之前做咗一個 SO3 二負放2粒電子，咁就由2個 MnO 4負去收返嗰2粒電子。睇返 Mn 嗰3條式，如果乘晒2之後，電子數係正2，嗰個就係答案。所以答案係綠色嘅 MnO 4二負。